交世间知己，有网络同好，寂寞安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自流蓝钩，我们好久不见。看到我来了，想必大家也猜出来了，又到了评测园地买不到的模型的评测时间了。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バンダイハイグレード機動戦士ガンダム GX です。它是今年1月17日上映的新动画剧场版《机动战士 Gundam GX》的主角机体，更是由 EVA 原班人马打造的全新尝试。究竟这台被称为高达与 EVA 私生子的机体表现如何？跟着我一起一探究竟吧。另外说一句，该模型的官方指导价为2200日币，目前汇率算是105人民币，价格呢还可以，但是在日本原价已经很难买到了。为了做这期视频，我是从梅毒上花了1倍的价格搞到的，所以看在这么拼的份上，求大家一键3连不过分吧。好了，下面进入正题，首先是包装与板件介绍。包装整体大小和正常的 HG 模型差不多，只是厚度上感觉比以往的 HG 盒子薄了很多。整体呢以深紫色为主色调，搭配机甲剪影和动画 logo，充满赛博朋克感，呼应动画的仿生设计风格。板件数量上一共有7片，2张贴纸和一个拼装说明书，感觉1-2个小时应该能拼完。不过由于太久没有拼装过 HG 模型了，现在的说明书都变得这么薄了吗？几乎只是拼装步骤，没有关于机体以及武器的介绍。接下来直接跳过拼装过程，看看这款 EVA 和高达杂交出来的 GX 的机体表现如何吧。先说拼完后的感受吧，总结成一句话呢，就是防不胜防。本来预定2个小时搞定，结果前后折腾了4个多小时。这也是我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得靠镊子伺候的模型。拼装完成后，整体高度大约13厘米，比我这台 iPhone 15 Pro Max 呢矮个2-3公分。抛开设计不谈，单论零件分色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但个人建议呢，有条件同好们还是能比图就比图吧。这些贴纸实在太小了，操作起来相当折磨人。尤其是红色的线条胶贴，又细又长，一不小心就掰了。建议呢，贴之前先蘸点水，调整好位置后呢，再用棉棒吸干，这样能大大提高容错率。下面呢，聊聊外形。细腰、长腿，妥妥的 EVA 风格，特别是大腿根部的装甲，这总会让我想到8号机贝塔装环绕胸前的这一圈。下肢小腿这里可以透过外甲看到内部推进器，而且整体的造型上加上镂空设计，就好像腿部被推进器强行撑开，外表皮的连接部位呢呈现出紧绷的线条，形成了一种赛博融合生物的即视感。这种风格既带有科幻机甲的冷酷感，又有种生物体变异的违和美学，这应该是这部机体中我最喜欢的部分了。不过呢，还是要稍微吐槽一下脚部的设计。这么帅的一个小腿，加上边缘的一圈红色，看到这里呢没什么不妥，但视线往下移，看到脚部采用这种外侧对于内侧的不对称设计，有没有种内八字的感觉？说实话，直到视频剪辑完我还没能适应。当然，这也可能是我个人的感觉。大家都喜欢哪部分设计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踊跃留言。下面再来说说腰部，这次彻底放弃了传统高达的那种前后以及两侧挂屁帘的设计，转而采用了裤腰带式的框架设计，使得大腿根部一览无遗地展现在面前。动画剧场版我还没有看，但从模型上来说，这是不是有点穿帮的感觉呢？然后是肩甲，这是把2个小型殖民地卫星给扛肩上了。该保护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装甲保护，一发光束炮打到肩膀上，这个胳膊不就废了。最后再回到这个脑袋上，脑袋，我对你有意见。懂这个梗的应该和我年纪差不多大了吧？咱们言归正传，在写文案的时候呢，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脑袋。天线处于包裹头部的时候，像不像把红裤头套脑袋上了？当欧米伽精神感应系统启动的时候，天线展开，露出眼睛。这个时候，高达家族的双天线红下巴也就回来了，但也呢，仅仅是有而已。个人觉得谈不上美观，更到不了帅这个层面，甚至会觉得有些滑稽。特别是这个下巴，烈焰红唇，嘬腮嘟嘴，再配上一些网络上的表情，我承认我是真没回去。关于可动方面，头部和肢体之间采用多段球形关节连接，
无论是低头还是上扬，可以有比较不错的可动角度。这个大领子的设计使得头部可以轻松实现360度旋转，以及不错的左右侧摆。肩膀处有独立的关节，上下以及前后大约有30到40度左右的可动，垂直旋转也有360度。肩胛向内侧展开后，手臂平举可以轻松超过90度。上臂红线处有一个平转关节，这边可以360度平转。而手肘这里是用一个圆柱状卡榫进行连接固定，并且大臂和小臂都做了一定的让位，弯曲程度可以达到120度左右，这还挺大的。手腕就不用说了，球形关节连接，轻轻松松360度无压力平转。腰部这里也是采用了多段连接，尽管后仰幅度不是很大，但是向前弯曲幅度还是挺大的。多段配合45度左右是没有问题的，左右平转360度，侧摆加起来有60度左右，表现的中规中矩，还可以。胯部这里没有了前后左右裙甲，裆部一览无遗，但即使是这样，腿部的前抬角度也并不大，前踢将90度，后踢90度不到，侧踢60度左右。膝盖这里和手肘的设计思路差不多，这次是在小腿处做了一定让位，屈膝幅度可以达到120度左右，还是挺大的。脚掌这里是动力炉和半个脚掌组成的，由球形关节连接，前后左右可以小幅旋转。脚掌和动力炉由柱状关节连接，可以前后旋转。得亏是 H 模型，本身的重量并不是很重，半个脚掌带来的摩擦力还是可以支撑起整个身体。再来说说武器方面，这次给了2把光束军刀，一把热能斧，一把光束枪和一块盾牌。将腰后侧的光束军刀刀柄拆下，将光束特效键卡在半圆处，组装便完成了。镂空的刀刃设计确保了美观的同时，还更好的节约了成本，真是花小钱办大事。至于热能斧，没什么可说的，谁家扎古斧子丢了，过来认领一下。第3把武器是光束步枪，整体并不长，前后均为独立零件分色，只是这配色妥妥的阿尼玛风。最后是这圆弧形的盾牌，正面看有点像小时候玩的磕头虫，整体拿在手上还是挺厚实的，内部也有一些结构细节，有耐心的小伙伴可以根据动画中的样式进行自行上色。至于安装方法，只需要卡在手腕上的凹槽处即可，非常简单。最后说说推进器背包，这个造型的战机放在身后是真的难看，浑身不适应，跟拖了2条胳膊似的。虽然难看应该是公认的了，还是说下玩法吧。将背包单独拆下来之后，调整下推进器的角度，并且安装上给的机头，就还原成了核心弹弓了。核心战机了。最后来聊聊整体感受吧。总的来说 G-Crux 的机体设计是一场大胆的尝试，而且这款模型在设计和细节上尽可能的还原了动画中的样式，为传统意义上的高达注入了一丝新鲜血液，或许可以看作是迈向新时代的一块敲门砖吧。它拥有不错的可动和一定的可玩性，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。再加上令人眼前一亮的外观配色设计，好吧，我实在编不下去了。这款模型，除了可动之外，别的别想了。阿祖的脑袋建在头戴面上，再将这个红了吧嚓的嘟嘟嘴，各位开关老爷们，您觉得美吗？肩膀头子上顶俩羽毛球，咋地？今年巴黎时装周新造型吗？裙甲改了裤腰带，隐藏多年的胯骨轴子，也没想到居然成了外观设计的一部分了。再瞅瞅这半拉马蹄式的脚掌，透露一股先天发育不良但偏要到处显摆的样子。这么多年看不惯妮的毛病，好了。话说这是谁他妈有坑让我做的这个评测？好了，本期就要的机体评测就到这里了。各位同好感觉还不错的话，请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一键3连，无数字留言勾。我们下期再见。